把这围起来！是。官爷。官爷，所有人不得离开客栈。官爷，放住！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走这边，去楼上，走，楼上看看。你起来。说你呢，还吃？起。好，给我走。 5日前，东市统领宝铺丢失了一颗明珠。昨日，我们抓到了一个收贼赃的。据他所说，盗贼和赃物就在这家客栈之内。卖给你明珠的是谁啊？官家，我不都告诉您了，只是定好了今日午时在此交易，但并不知对方是何人。官爷，他血口喷人的，咋可能在我们店里嘛？把铁腕登记簿拿来。 啊！我们哼，日期都不写，记得这么潦草，你让我怎么看啊？不是的，官爷，店小，人手不够。 记得不全，你多担待呀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啊，是没关系啊！我们明日还要参加科考啊！怎么考啊？站住！什么人？给我拿下！身手，怎么，偷了东西还想逃？俺没偷。这招式。 这个贼人带走！住手！不是他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只是个逃兵，逃逸是死罪。他躲在这客栈里。 我都没见过他，你看他，肤色黝黑，面颊泛红，这是值守西域多年，风吹日晒之下。那匕首上的一抹红，是我唐军将士锁子甲上的绑带。你脱下了戎装，放下了横刀，却还是舍不得陪着你出生入死的那一抹红。我阿娘病重，我就想再见她一面。 把登记簿给我。许慧是个卖炭翁。 终日伐薪烧炭，身患痨病，已致肺腑。这辈子唯一的念想就是今年的改薪科考。他一直在服用补天大燥丸，只为挽回游丝之气。他不会偷窃。刘奔，江南道乾州大余县人，从大余县走到长安，草鞋都不知道走坏了几双。 他没钱吃饭，只能猛灌凉水，饿到手抖，
也不曾耽误备考。2天，1口米为计。哎，喝水吧。他不会偷窃的。周游，剑南道人，从剑南道贩运荔枝到长安，快马加鞭也要些日子。就现在这天气，荔枝能够保持这个形态而不腐坏，不超过4天。你干什么？快进去！不好意思，我真憋不住了，我昨天吃了坏果子。快出来呀！明珠是5日前丢失的吧？所以，不可能是他。冯梦柳，扬州人。城里的招提寺近些日子在修复壁画地狱变，召集了全国的画师，他是其中之一。封闭创作，1旬只准休息1日，就是今日，他来不及。张火、吴炳，写子。孩子到了长安，一直想出去玩，可他2人一心备考，这些日子就没出过客栈的门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啊？是啊，来了这几日都没有出过门。明日考完了，后天我带你去逛逛西市。啊，太好了！所以他2人不可能盗窃。刘汉、刘玄通，陇州人。刘玄通一直卧床，刘汉陪伴在侧，就没有离开过客栈。尉迟4年，苦孩子，来了客栈之后一直在打苦工。还有他，孙自知，他是一个乐师，平康坊就是他每天劳作的地方。还有阿史那，他们只想着科考完之后再去好好逛长安，他们没有时间。陈明剑来了之后就没有走过，他应该没有。年4吴金海，他曾经离开过一次客栈，林冠英年4时，有人一直在后厨房给他回来了，他在后厨房要么就是要来自北周的周传人，为他受害的廖后一直在要债，林冠英一直在后厨做饭。不是他，不是他。若说这客栈之中谁最有可能盗取明珠？若你的名册无误的话，那就是他了。我看他面生，他也不在这名册之上。若说有嫌疑，只能是他。当下，我只是路过的，我叫陈耀国，我就是个上坊。哎，箭头叫严茂，就在新长坊，不信你们可以去找他问个明白。不是我，也有可能是他，他也不在那名册上。公子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我是店家呀，我咋可能在名册上嘛？我在城里开店10年了，公子你是晓得的呀。知人知面，未必知心啊。公子还是冤枉了，公子！哎呀，当下是。哎，快点，我是冤枉了，快点，我是冤枉了呀，快点！人抓到了。明珠呢？算吧，给我拿来。贵。类在其中。不是我的算盘，这是他的。我就说了我是冤枉的吧。公子不是我，公子。公子，你干啥子？公子，公子，我真的没有拿，公子，我没有拿。你看，他才是贼。这个不是我的，他才是贼啊！这个不是我的，这个不是我的，我是冤枉了。这不是他。拿水来。官爷，你看，这上面一层油垢，这是掌柜的日常劳作的时候用过的芥末。
而那个算盘是那个贾长和先生的，他调包了。人赃俱获，这才是真相。大爷，我偷盗10多年，没想到来了长安城，在你们手里了啊！人赃俱获，全都给我带回去！是。快走！关爷，那个逃兵，可否网开一面？有这个本事，怎么可算得好？多谢公子。烈火把古树烧着了！缉拿嫌犯，入户搜查。好，快快快！快慢！快跑！打开！开一下！这干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关爷，快开门！这边开门！跟着，开！快！开门！走！雅欣，是我。阿紫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？再等等，现在外面全是在搜查你的金无畏。我出去看一下，你把门锁好啊。今天咱们俩一定要喝个痛快！去哪儿？哎，别走啊！郎君这是要去何处？我就是来跟你道个歉。刚才咱说好了，1壶酒就走。我那个朋友啊，他喝多了，莫怪他。无妨，郎君，不碍事的。那是有个暗门吧？通往何处啊？郎君定是看错了，哪有什么门啊？酒来了。郎君还是接着喝吧，啊！郎君这是喝多了吧？你这酒不行啊！我一会儿给你备份醒酒汤。
开，走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走开！快！快！怀英啊！怀英！嗨！哎，乔丹，快，你跟上，我去想办法。好。快点，快跟上！月季主事。暗门。快点签字画押。这押我画不了。这上面写着：“菊水楼之火，属天谴之灾。”可菊水楼是楼内起火，楼外边可没着啊，这怎么能说是天火呢？好，那你说，这火从何处而来呀？我要是说不出，这火就是你放的。火是从何而来？需要勘察现场，需要找到起火点、起火物。现在查都没查，无凭无据，凭什么就认定是我呢？你大胆！本官当然有凭据，9人8命，唯独只有你活着，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若真是我起心动念想要作案，我又怎么可能让我自己沦落到这般田地呢？你们这些乌七八糟出身的人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来人，给我打，一直打到他愿意说实话为止。是，住手！让开！下官有失远迎，您请。魏师，狄仁杰是昔日左丞狄知训之公子，并非你所说什么乌七八糟之人。况且他说的也没错，若是他犯案，定不会留下如此狼藉。狄仁杰也曾经是我的学生，我信得过他的为人，也信得过他的智力。魏师，恕下官一时逞口舌之快。来人，将人犯移至后衙问话。是。魏师，我没有纵火，居水楼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？我愿查实，自证清白。你查1旬之内，若不能破案，我顶罪。你要是怕我逃了，大可以将我的画像传至各城门守备处。画像有什么用啊？现在这贼人都会易容。魏师，着实不是下官不愿相助，只是这不合规制啊。魏师，
贺大兴是您的笔将，爱徒，他也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愿让他枉死，求您助我。这样吧，我有个办法。这玄铁坚不可摧，没有钥匙断不可能打开。以此为凭证，就算他易容作假，只要通知城门守卫，他也逃不出长安城。我会让他住在我府中，严加看管，有我作保，这样你可以放心了。每日有政，务必回县衙禀报当日状况。他本来要以暴雷天火结案，你又何苦给自己找麻烦？人的罪，不能怨天。你若查不出来呢？只要是人为的，就会留下线索，我就能查出真相。你要小心行事，查出什么及时告知我，我也好助你。多谢魏师。这是有人从外面把门给锁住了吗？那是有个暗门吧？通往何处啊？郎君定是看错了，哪有什么门呢？雅欣，雅欣着火了，快出来！雅欣！其他的这几具都是烧死的，只有这具是在别的房间发现的，是被呛死的。雅欣，快开门呐！快点开门！
阿紫，你看看，阿紫，看看，阿紫。曲水楼里为何藏着一名宫女呢？我查清楚了，那个香囊里边是墨药、檀香和郁金的混合物，都是皇后最爱用的香。难道那个女子是皇后宫女人？她身上肯定藏着什么秘密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满大街都是金乌卫，都是在找她。何人扰金无畏？我知道那名死者的身份了。你知道？她是皇后身边的私保宫女。将军，就是他。彻查平康坊。是。所有人，彻查平康坊，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这人谁啊？皇后的侍卫，康志毅将军。2日已过，火从何处起？可有眉目？曲水楼内易燃物太多，起火点不好找。扬州刺史陈竹良。5年前，陈竹良因为反对李后，被贬官山南道扬州。前几日，正是他被奉印矫诏，强行侦杀。也正因为此事，才翻出了奉印失窃之事。可是5月11日，正是菊水楼案子的第2日。这跟菊水楼案子有关吗？有。当晚，有人到过菊水楼，他知道会起火，锁了大门，不让人进出。我没死，纯属侥幸。是什么人要杀你们？不是想杀我们，他要杀的是掌印宫女雅欣。雅欣坚守自盗封印，事成之后被人灭口。据万年线报，居水楼管事儿的乐伎是雅欣的同乡，牵连了这么多人，都是因为雅欣。这些你是否向万年县令汇报？还没有，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，没有证据。但居水楼一案和奉印遗失一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放火的恐怕就是偷印之人，是皇后的敌人。你看了那么多杂报，怎么还不明白？皇后改心，触犯了太多人。我就是想说，这扬州的杂报内容不实。我不信，真的有农人会抵制改新。皇后的科举改新，改掉的是门阀的垄断；农事改新，不再追究脱籍的流民之罪，还让他们就近落户，安排田产，民有所耕，地有所长。这是我这些年来四处游历，亲眼所见。亲眼所见，难道就是真吗？皇后封印一事，
所有常科考试试卷全部封存，不予批改。现在昭文馆内忙乱成一团，支持皇后的和反对皇后的两派混战。我素来与政治无缘，一把年纪只想躲得清静，但我告诉你，在长安城内，反对皇后的人太多了。他们面目狰狞，根本无需掩藏，各怀各的心事，且都位居高位。长安城不是你我的，是他们的。欧子，我们有重大发现，意外收获。康之仪的案牍从哪来的？荣美她，我就料定你会需要，所以我特意找她。康怀恩是康之仪的父亲。残舍的人是康之仪杀的，居水楼呢？那晚我确实在平冈坊见过他的马。那不对呀，这康之仪是皇后的人，他怎么会做对皇后不利的事儿呢？也许是有人要他这么做。当年，一父因叛乱被处以极刑，而后因人作保，家属得以活命。再后来，他又因人保荐而得以入宫，为长孙卿行走羽林军校尉。康之仪，长孙卿，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。这样呢，还有一点。卫士，怀英，找我何事？我已查明真相了。是谁？是皇后的护卫康之仪，是他投到了凤印，制作矫诏，命羽林军强行镇杀陈忠良，然后又纵火烧死了掌印公于雅信以及那4个假传旨意的羽林军。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。康之仪自皇后进宫开始，就一直在他身边做护卫，深得皇后信任。按说凤印失踪，怎么都不该怀疑到他。可我却查到，康怀恩是康之仪的父亲。当年将康氏一族保下，免于诛灭9族的人是长孙卿。永徽元年，先皇驾崩，康之仪回到长安，做保让他进入金吾卫的人也是长孙卿。所以你怀疑是长孙指使他的？长孙卿是皇后最大的政敌，他有理由栽赃皇后。居水楼案发当晚，康之仪就在平康坊密会长孙卿。2位可是长孙太尉的宾客，今日包场，恕不接待。所以，时间、地点、动机，他康之仪都有，一定是他。那你打算如何？上报刑部、大理寺，要求3司会审，为皇后证明。就凭你的这些证言，大理寺是不会理会。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，长孙卿已经联合司空徐元，还有左仆射孙志宁一同上书进上。废后，这是早晚的事情。但皇后也有许敬宗等一干臣子力保啊。他们倒是可以斗一斗。不过，长孙卿是3朝元老，顾命大臣皇亲国戚，
大唐勋贵势力的最高首领。当武派大数人为他马首是瞻，他就像是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，你砍不动的。大树参天，可若是从内部窥探，只要找到合适的时机，一样可以将其砍倒。你让我想起了狄志勋，你父亲和我师出同门，颇有些交情。怀英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查了。万年县令和刑部那边，我会尽全力去斡旋。再查下去，不光是你、洪亮，还有那一对跟班的兄妹，都会受到牵连。皇宫里的争斗，远比你我想象的要焦灼。怀英，一切都是运数，你斗不过的。加油，停！这人景色真不错。是啊。拜见长孙太尉。反对皇后的人太多了，且都位居高位。长安城不是你我的，是他们的。公子，我查了半天，啥也没查着，但是我在那个烧焦的树干里找到个这东西。你说这是干啥的？难道跟那个树着火有关？啥也不是。明日，我入青龙寺闭关1月，护佑国百，捐2万贯香烛，日夜长鸣，为我大唐子民祈福。
消除天火，永享太平。没用的，天火还会再降临的。火为离卦，主卦、克卦皆是5，说明天火至少会有5次。那下次天火什么时候来啊？火为至阳，为日相所吸引，3日必生变。自上一次天火烧毁了残舍之后，已经过去了12个时辰，也就是说，2日之后，天火必将降临。那这次会落在哪儿啊？是不是还跟皇后有关啊？当然，天火第1次烧掉的是皇后最喜爱的梧桐树，第2次，天火引燃了皇后嘉奖过的祭班，第3次，天火烧掉的是替他养蚕的农人。那么下一次，魏氏现在奉皇后之命，在贞观氏族制的基础上，编写姓氏录。皇后的私家被列为第1等，长孙太尉，这恐怕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姓氏录，这是皇后近年来最大的政举，天下的秩序必然重置。若天火讨厌天下皆心，那么他便会冲此而来。若是天火不再作怪，如何？那就说明根本就没有天火，一切皆是人为，皆是为了嫁祸给皇后罢了。谁这么大胆子敢说实话呀？这是啊，对呀，这家伙没有这么忘对这档事儿，而且谁又这么此子是谁啊？狄之训之子，狄仁杰。魏氏赎罪。你何罪之有？我故意激怒长孙卿，让您和学子们陷入险境，就是要让他康之意主动出击，露出马脚，这样我才有可能人赃俱获，揭露他们的阴谋。你留一座空宅做诱饵，他怎么可能看不出这是激将之法？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了，若是不能够彻底扳倒皇后，便是功亏一篑。我赌他们会铤而走险的。你想让他们去兰陵坊？是。据我所知，狄宅就在兰陵坊。没有人还会记得一个戴罪之人。被遗忘的地方最安全，我会亲自护您前往的。我不想去了。我留下来，为师，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，生死我也不放在心上。我想留下来亲眼看一看天火。这太冒险了，为师。怀英，不要再劝说了。人呐，
终究是逃不出命运的。如果能有一次机会见识一下操纵命运者的真容，值了。我定会护你周全。陪我喝一口吧。太师，难道巨水楼放火另有其人？怎么这么轻啊？够了。我素来与政治无缘，一把年纪只想躲得清静。但我告诉你，在长安城内，反对皇后的人太多了。我已查明真相了。是谁？怀英，有事吗？关于案子，有一点我始终没想明白。什么？康之仪在曲水楼杀人放火，造天谴假象。他已经捆住了大门，不想再留活口，可为什么
偏偏我活了下来。何解？因为放火的人根本就不是康之一，对吗？那是谁呢？起火的根本原因是何大金随身携带的酒壶内的碳石自燃，而那碳石是你放入到何大金的酒壶里的，对吗？其实你很了解他，你知道他习惯将酒壶带在身边。科考当日，你把碳石装入到他的酒壶之中，因为酒液浸泡，碳石不会立刻燃烧。你精心算计过，你还在酒壶的底部钻了一个小孔，大约2到3个时辰之后，酒流干，碳石便会让贺大金在考场之上自燃。你破坏科举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你没有算到的是，今年的科举增设了监察，酒壶不再被允许带入考场。为了防止贺大金提前喝完壶中的酒，你还在酒壶嘴上抹了黄连。所以直到我们到了居水楼，你的天火才着了起来。机关算尽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。贺大金是我的门徒，又是我的笔将，我是为什么要害他？子曰：“为女子与小人，难养也。”此言差矣。夫女子纵然骄纵，男子待之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海涵其性，称为君子乎？今上对女性的包容，在你眼中却成了阴阳倒错的懦弱。若不是我偶然看到了太子所作文章上你的朱批，我也实在揣测不出你的动机。你对武后的恨，不亚于长孙卿吧？他还有立场的牵绊，还有你死我亡的顾忌，仅仅因为她是女子，你的恨比长孙卿更甚。你有什么证据？3考之后，你一直尾随着我们，到了聚水楼。这是我在现场发现的，你们用来捆缚书简的皮绳。卫士，我真的没想到，居然是你。人算不如天算，贪食性不稳。我实在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燃烧，但我想过了，若是在考场内，有10分作用；若是在考场外，也有5、6成。但我万没想到，它居然会在腰后的老巢燃烧，作用100成，连老天都在帮我。你为何要逆天而行？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你
可曾有考虑过他分好？你的天火成了，然后给马下毒，在马灯上做文章。这云铁脚铐是你推荐给万年县令的，灭了我的口，也推给长孙清。怀英，你很聪明，但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个妖女在整一场大的阴谋，日后大唐若是在她手中，不知会变成什么模样。你年轻气盛，一心成事，但心就意味着变，意味着乱，意味着断头流血，意味着剑拔弩张。怀英，你不怕吗？公平、繁荣，这是我看到的改新的结果。就算害怕，也值得一试。卫士，回头吧。我说过，人终究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。开始！你就算查出了我，又能怎样？只要反对妖寇的人不灭，天火就不会熄灭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烧死他。父亲，怀英啊，你过来。来了。阿爷，阿爷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都想死你了。你的事情做好了吗？阿爷，我既然没完成，为何还如此懈怠？我没有。怀英，去吧，去做好你的事情。去帮我找到他，找到真相。好。我睡了多久？3年。别听他瞎说，你昏睡了整整3天。你到底上哪儿了？饿不饿？喝羊汤去。我说，你行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昨日啊，刑部、大理寺和御史台对他进行3司会审。康之义招供说是长孙清指使他盗取的封印，在他准备杀雅欣之前，有人捷足先登，所以他就仿照同样的作案手法，杀了4名前来卡传圣诏的御林军士兵，想坐实天火杀人，诬陷皇后，达到废后的目的。这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。长孙清矢口否认，说是康之仪陷害他。金上令人通查了长孙府，也没找到封印，捉贼无赃是大忌。长孙清又是皇亲国戚，所以金上直到今日对长孙清也没什么定论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一直在青龙寺内。就算是他知道长孙府被通查，也没出来。所以今日金上和皇后要一起去青龙寺，当面对质，兴师问罪。圣人，
臣等愿力保长孙太尉清白，请圣人为长孙大人做主啊！圣人不可以小人之言冤枉太尉呀！望圣人明察，还太尉清白。这皇后与圣人本是一家，何来争权之说呀？孙太尉对朝廷忠心不二，他绝对不会做这等下作之事啊！诸位，都起来吧。圣上莫急，我去和舅父聊聊。有劳梓潼了。好一派虔诚的模样啊！据说长孙卿专门定制了2万贯钱的蜡烛，用于祈福。2万贯钱呢，够征战突厥的将士们数月的军饷了。这蜡烛每日这样长明，又能供他再烧多少时？自我登上后位以来，就触犯了长孙卿之流的利益。他曾多番拉拢康之仪，想让我腹背受敌。月初还不惜引雷电烧毁梧桐，制造舆论诋毁我。如果我不出手，我会死，这条新路也会死。万幸老天爷相助，让我有了你。来，陪我赌上一局。5黑约卢。2白3黑约萧。事情之徒的把戏，这些头子里面有千分。有些事情看似是命运使然，实则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人动了手脚。只要你足够聪明，看透了，你便可以加入他们，主宰旁人的命运。顶礼祈福，研习佛法，这都需要心诚所至。若只为一己私欲，就不要玷污这清净之地了。舅父教训的是，此次祈福能和舅父一起研习佛法，媚娘荣幸。舅父，媚娘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既开口，又何必遮遮掩掩？媚娘不明，这本是我们自家家事，舅父何必弄得满城皆知？天罡伦常胜于天，若不让这天下人评判，岂不是有失公理？让天下人评判，舅父所言甚是，媚娘记下了。皇后，此时已到。舅父，就真的没有余地了吗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安心做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，不好吗？哼！
康将军，属下在。我的蜡烛是否已经送入青龙寺？皇后放心，我已亲自送入。好，现在只剩最后一击，也是最令人信服的一击，不能让他有任何回还之力。原来凤印真的在长孙太尉手中。太尉他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凤印怎么会在这儿？凤印在此。好手段！你这幕僚，天必诛之。印根本就没丢。印与名分一样，都是虚妄之物。可那虚妄之物背后的权力，是真实的。雅欣就算当晚没死，第二天，他也会主动现身，被金无畏抓住，将盗印之事和盘托出，从而将康将军和长孙太尉勾结一事揭露出来。明白了。雅欣死后，您又命康之仪让司民假传旨意，杀死陈竹良的羽林军，再残舍自尽，然后再烧了残舍，故意做出天谴之象，好让长孙太尉加以利用，演出了后来一出出煽动民意的戏码，自掘了坟墓。皇后，10几条人命，前赴后继的去死，值得？值得与否，你我说了都不算。要问天下百姓，皇后母仪天下。长孙卿和他背后的那群朝臣，沆瀣一气，腐朽不堪。他们不是我的敌人，而是我大唐的敌人。萧条九成，凤凰